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丁宝。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The Ordinary 这个牌子。那我在美国的时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品牌。我之前在台湾是没有看过这个牌子的，在台湾大部分都会用日本或韩国货嘛，比较少会用到欧美这边的牌子。那我为什么会注意到它呢？因为它的价钱真的非常的经济实惠，就是走一个白菜价格打天下的一个概念。那它一罐精华液，它就是满满的一罐，比如说玻尿酸，它就是满满一罐玻尿酸，它里面不会再加其他的东西。那我们知道市售很多的保养品，它里面都会有非常非常多复杂，然后非常营养的成分。那有时候我们的皮肤需要依照当时的天气状况去做调整。那尤其是我刚来美国的第一年，我非常需要去适应这边的天气，于是我就找到了这个既便宜然后又纯粹的一个保养品。我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瓶呢，叫天然保湿因子，就是这一瓶。那详情我会放在旁边，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先看一下它官网上的内容啊，它官网上的内容是保护皮肤外层并保持充足水分，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补水的产品。那我一开始买它，其实我非常的犹豫，因为网络上对于这一瓶的评价非常的两极，有些人说它一点效果都没有，有些人说它真的非常有效，然后擦起来不黏腻。那我综合一下，我整瓶都用完了，已经空了，整瓶都用完了。那我综合一下我对它的想法，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再回购它，因为它虽然不会很黏腻，没有错，然后刚开始擦起来也蛮舒服的，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做到保湿的效果，因为我的皮肤还蛮干的，所以我会需要保湿效果强一点的产品。那我们不觉得说这一罐有达到我原本预期的效果，所以我不觉得它有起到保湿的效果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保湿霜我是不会再回购的。那第二罐我要介绍的呢是他们的角鲨烷洁面乳，就是他们的洗面乳。想法是说，就他们的官网是讲说，复合含有角鲨烷以及其他温和保湿、有效溶解化妆品跟一些脸部上的脏东西的一个配方在，也就是说它是卸妆洗脸一体的。然后不起泡的那一种，我个人是蛮不喜欢不起泡的洗面乳，因为你洗完它之后脸还是油油腻腻的，就是我觉得那感觉不是很好。然后的确它网络上讲的没有错，就是它很温和，它不会让皮肤过度干燥，它就已经很油了，它怎么让你的皮肤干燥？就是它就是油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觉得洗起来不是很舒服，然后我还得再用一次洗面乳，其他牌子的洗面乳洗脸，所以我不会再回购它的洗面乳，它的角鲨烷洗面乳，我觉得不好用。接下来这两款也是我蛮不喜欢用的，含5%维他命 A 醇衍生物的角鲨烷它的质地呢会比较油，就是比较偏油的。那我本身因为我不喜欢涂一些太油或太重的东西在脸上，那会增加我的毛孔阻塞，因为本身会长粉刺。那这一款呢，我觉得不好吸收。第一，它不好吸收；第二，它主打是抗老，但我并没有感觉到就是有抗老的感觉，可能我太早下定论了。对，但是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致命的缺点，让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试用它，就是它会长粉刺，它的副作用就是会长粉刺，没有办法，它真的就是会长刺。然后我后来就决定说，那我只要涂脖子，刺应该就不会长了吧？结果完全也不是这样子，就是粉刺还是会长在你的脖子上。对，它真的是太会长刺了，所以我就把这一瓶打入冷宫了。好。那第二瓶要跟大家介绍的是10%的烟酰胺加1%的新精华，这一款是他们网络的爆红款，这一款在网络的评价非常好。那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喜欢这一款呢？是因为首先我自己本身也有买宝拉2%水杨酸的产品，所以我会把这两款拿来做比较。那这一款对我来说太刺激了，就是我皮肤本身就是有点敏感的，那擦上去之后就会觉得皮肤很刺，非常的不舒服。那它跟宝拉的当然刷酸嘛，一定会多多少少带一点微痛的灼热感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款的不舒服感比宝拉那一款还要多很多。举凡看到不能跟维他命 C 的产品用，我就会特别注意我今天要搭配的其他精华液或者是乳液等等，就是避免冲突嘛。
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支呢，它没有到非常的不好用，我觉得有兴趣的人可以试试看。只是对我而言，它算普通，因为我本身还有这样其他的保养品。好，那它是抗氧化加美白的功效。那网络上的简介是这样子，它的官网上的说明是说，它是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，然后浓度很高，然后没有任何的水或有机或油或酒精的配方。与维他命 C 合用的话，这款维他命 C 合用的话，它可以在你的脸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保护膜，因为它的质地也是稍微油一点点。那我之所以说我没有很喜欢它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美白一样，它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。举凡效果不明显的，我都不会觉得说我会考虑回购它。那它就是属于效果不明显的那一款。我觉得这一款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买看看，但是我觉得它的美白跟抗氧化的效果对我来说都没有很显著，所以这一款有点难定义它好或不好。但我想我不会再回购它，因为比它出色的产品还很多，所以我想我不会回购它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款油呢，它是有机冷压玫瑰籽油。那他们家其实还有出摩洛哥油或其他油，但是我后来选了这款玫瑰籽油。那我觉得它蛮值得我推荐的，因为它虽然是油，但它其实擦起来就是它的吸收度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我觉得以油来说，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擦油的东西在脸上，但是就油的吸收程度来说，我觉得它真的是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用过的油当中最好的。那我不只会把它滴入在我的精华液里面一起做使用，我也会把它滴在我的身体乳上做使用。那它具有抗老跟修护的功能。我为什么会觉得它好用？另外一方面是我有做过就是身上的一些小皱纹的测试，我觉得的确就是你只有去用它，或者是用它去按摩、去推压，让你的皮肤吃进这个油的时候，你隔天皮肤是有改善的。我觉得这一款油是我会回购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用的其他油里面，它算是这个玫瑰籽油是我觉得可以再回购的东西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呢是六胜肽，六胜肽，对，也是他们家的热门产品之一。那我一开始买它的时候，并没有抱什么太大的期待，尤其是当我看它的质地比较偏水的时候，我就更加没有抱什么期待了，因为我觉得抗皱的这种东西不是应该要浓稠一点吗？抗皱的精华液，但它其实没有，它的质地还蛮稀的，但它的效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。怎么说呢？我拿来擦鱼尾纹跟抬头纹啊。它的效果是蛮明显的，但是你只要停用，好像就会恢复的也蛮快的。就是它有一种暂时性的功能，它没有办法让你维持很久，必须要不断持续的用它，你才可以达到它的效果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可以回购，但是它的效果就是有限，就是可能你擦了之后隔天你的皱纹会不见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但你可能一阵子没擦，它又会再恢复。它的效果很好，我会再回购六胜肽。另外一款呢，它是补水的玻尿酸，那它的全名叫2%的纯植物透明植酸加 B5， 就是玻尿酸加 B5 这样子。那因为网络上应该说市面上玻尿酸的产品非常多，那他们家这款玻尿酸让我觉得，因为他们家主打原液桶嘛，就是比较纯粹的精华，那它的玻尿酸呢，我通常都是加在其他的保养品上面一起做使用。比如说我会把它加在其他的精华液里面做使用。那玻尿酸这个东西本身对于很多东西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冲突的，所以我用它用蛮快的，然后它的补水效果也非常的好，然后我早晚都会用它。这款玻尿酸也是我觉得我会再回购的产品，然后重点是它的价格也不贵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学生啊或者小资啊，这一款真的是我觉得绝对可以入手。这款真的是 CP 值很高，我觉得它的玻尿酸是里面第2 CP 值高的东西，对，我觉得它玻尿酸好用。接下来这一款呢，我觉得是他们家的招牌，也是他们家最贵的，也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用的一个产品，然后我绝对会再回购。如果他们家所有的精华液摆在一起，第一要回购的就是他们家这一款，它叫 Buffet 加1%的酮酞，酮酞其实是蛮贵的一个原料。这款我也是用的很快，这款我真的是用的爆快，它早晚都可以擦。然后它的颜色是蓝色的，我不知道还滴不滴得出来，但是应该已
已经也是用的空空的，不然看不看得出来它的颜色是蓝色的。这款真的很好用，这款真的很好用。然后它是抗老的，它主要里面的功用是抗老用的，然后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。那这一款是他们家最贵的产品，说是讲最贵的产品，但其实也没有多贵，它就是大概30块美金左右。然后这一款我会跟六胜肽这一支2支一起做使用，就是我会把它们叠在一起使用，因为它们俩都是有抗老抗皱的功能，长期使用下来会让你感觉你真的好像有年轻一些，尤其是就是两颊这个部分，然后皮肤会变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主要成分是抗老，但是它会让你皮肤看起来蛮好的，蛮有光泽的。力推他们家力推的主商品。对，好，那如果你对 Ordinary 呢有什么样的疑问呢？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那我会尽量把我知道的链接呢直接贴给你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哈。如果你喜欢我，请订阅我，并且帮我按个赞哦。那我们下次见。